沈昭宁，今日当着云岚城诸位贵客的面，我陈子墨要亲手推了你这桩婚。陈少爷真要推沈家大小姐？听说陈少爷得了机缘，马上就能踏入仙途了，难怪敢当众推婚。沈昭宁，你沈家仗着修仙士族的名头压我陈子墨多年，你以为我经脉肤色？我告诉你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今日你瞧不起我，3年之后我必踏上沈家，让你跪在我面前求饶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话太多。既然你觉得3年之后一定能赢我，那我凭什么白白给你这3年？这下耳根子总算清净了。子瑶，我的子瑶！沈昭宁，你竟敢下此死手！他可是我陈家唯一的血脉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，将你挫骨扬灰！陈家护卫全来了，这里面还有修士，他今日怕是走不出去了。沈家再强，也不能在人家陈家大堂杀了陈家独子啊！沈昭宁，今日你插翅难逃！周嬷嬷，这世上总有愚蠢之辈急着送死，你觉得该如何处置？自然是成全他们，把这个毒妇碎尸万段，剁成肉酱！跪下！筑基期，这分明就是筑基大能才可以施展出来的绝对灵压，在云岚城小水池里，居然有筑基境主宰一切的神灵！陈二傻，你自己找死，为什么非要拉上我们垫背？沈家这只猛虎的胡须，也是你那荒唐儿子能撩拨的吗？那可是筑基大能，筑基大能啊！陈家主，还要继续吗？是陆老，陈家众星供奉的刻珠，炼气9层，在云岚城几乎没人敢惹。何方妖孽，竟敢在陈家撒野！炼气9层，蝼蚁。老夫修炼数10载，还从未受过这等羞辱！你是筑基？一招不，连一招都算不上。炼气9层在他面前，竟连还手的资格都没有。既然认出了筑基期，还不滚过来跪下！几个凡夫俗子，不过是对我家老太爷有过微末恩惠，就敢这般无法无天，甚至蹬鼻子上脸，欺负到我家小姐头上。老身早就看你们这群无赖不顺眼了。饶命！沈大小姐，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刚才你口口声声嚷着要让我沈家血债血偿，那嗓门可是洪亮的很。既然你动了想要我命的念头，那就要做好拉着全族人一起去死的觉悟。沈大小姐，是我糊涂，求您看在2家旧日情分上，饶我一命。旧日情分？你陈家拿着沈家的旧情，设宴羞辱沈家嫡女；你又儿子拿着休书，要我当众受辱，想将我碎尸万段。现在想起旧日情分了，这很公平，不是吗？父子团聚也算圆满。既然已经见了血，那就把这里彻底清理干净吧。是，小姐。
夏雪晴，我只是拿钱办事。陈万山做的事儿与我无关，别杀我！我是陈家主席，我只是拿钱办事。陈万山做的事与我无关，别杀我！真是污了眼目。我的小祖宗没被脏血溅到身上吧？这身新裁的广袖流神裙可是您最喜欢的，若弄脏了，老身非心疼死不可。这还是刚才那个筑基大能吗？闭嘴！你想死别拉上我！小姐，奴婢听说陈家能在云岚城立足，不只靠沈家旧情。陈子墨的祖父当年得过一株300年份的七叶灵参，一直藏在陈家地下宝库里。他们瞒着所有人，就等着陈子墨能修炼后给他充官用。嬷嬷放心，我这裙摆干净的很。既然这里已经清理完毕，那咱们也该去收点利息了。利息？听说陈家搜刮了不少油水，那些宝贝放在地下太久，也该见见天日了。我的小祖宗啊，陈家好歹与老爷有些旧日交情，陈万山当年对老爷更有一饭之恩。如今您把陈家闹成这样，若传回府里被老爷知晓，怕是免不了一顿责罚。嬷嬷真是糊涂了，谁说这陈家是我们灭掉的？云岚城向来地势偏远，多有强盗悍匪作乱。今日恰逢陈家大办喜事，防范空虚，被一伙凶残流寇下山趁火打劫，陈家满门拼死抵抗，奈何实力悬殊，最终不幸全族覆灭。当真是惨不忍睹，甚至连个活口都没能留下。诸位意下如何？我刚才所说可有半点偏差？沈大小姐说的极其有理，一点偏差都没有。今日就是流口作乱，陈家满门遭劫，我们几人皆可作证，分明是陈家平日作恶太多，惹恼悍匪，这才招来灭门之灾。沈大小姐只管宽心，我们早就看陈家不顺眼了，绝对守口如瓶啊！是流口，让他们绝不敢乱说半个字。沈大小姐受惊了，我们都能作证。真是小姐聪慧，是老奴一时糊涂了。老爷身拼尽全力，才护得小姐周全脱险。这一路受惊不小，回去后必须让老爷替小姐好好压压惊才行。小姐小心，无妨。陈万山藏了这么多年的宝贝，总该有人替他见见光。地下宝库的机关你必须记牢，左3右2，避开青砖，最后以灵力开启御石门。那株300年份的七叶灵山是你踏入修炼之途的最后底牌，绝不能让外人知道。放心，等我能修炼，第一件事就是退了沈昭宁，让沈家后悔。陈家倒是藏得够深，越是见不得光的东西，越喜欢藏在地下。一个偏远城池的商贾门户，竟也搜刮了这么多东西。看来这些年，他们没少借着沈家的名头敛财。当真是300年份的七叶灵针。这东西即便是筑基期强者见了，也要眼热。陈家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商贾门户，竟藏着这样的逆天宝贝。陈家留给陈子墨冲击境界的底牌，如今他用不上了，自然归我。小姐说的极是。嬷嬷，你看，
既然是强盗过境，陈家的金库却还如此充盈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？小姐所言极是，强盗过境自然寸草不生。老奴这就动手，保证搬得咱们沈家二境，绝不给那伙穷凶极恶的强盗丢脸。把它烧了吧，这里太脏了，只有烧成灰烬，才能长出干净的新草。小姐，风大，上车吧。走吧，嬷嬷。7夜灵参，100年1夜，300年翻成7夜。若寻常炼化，可助炼气修士提升1到2个小境界。昭宁，你天赋卓绝，是沈家嫡脉中最有希望筑基之人。这玄冥吐纳诀是沈家老祖留下的秘法，专为炼化天材地宝而生，能最大限度榨取灵药中的每一丝灵气。此法不得外传，你可记住？昭宁记住了。洗髓丹，这是原主前些日子从家族宝库中领取的修炼资源，品质上乘。原主原本留着冲击炼气7层，如今有7叶灵参，他倒正好拿来清理经脉。小姐可是在修炼，老奴替您布下隔音结界，您尽管安心。小姐，不必进来。玄冥吐纳诀，起！炼气6层巅峰，炼气6层大圆满，炼气7层，炼气7层中期。若按正常的修炼速度，从炼气6级晋升到7层中期，至少需要半年的苦修。而我只用了1株灵参，便走完了别人半年的路程，这便是资源的力量。恭喜小姐修为精进。只是开始。小姐，玄冥城到了。不愧是玄州第1修仙古城。哟，咱们沈家的大小姐回来了，也不知道在陈家吃了多大的瘪，脸都给咱们沈家丢尽了吧？谁说不是呢？好歹是咱们沈家的嫡女，结果被一个废物当众退婚，这脸往哪儿搁呀？嬷嬷，漂亮小丑不足为惧。姐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姐姐，你千万不要伤心过度啊！虽说你上门被人退婚，让自身名誉受损，但那都是陈家不识抬举，姐姐千万别想不开。上门被退婚，如今外面都在传咱们沈家出了个弃妇，可姐姐你别怕，往后咱们姐妹相依为命，沈家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你赶出去的。玉容小姐真是心善。是啊，大小姐出了这种丑事儿，她还第一个上来安慰。
姐姐，你别不说话，你越这样，我越心疼。哭够了吗？姐姐，我只是担心你。沈玉荣，二房掌上明珠。沈玉荣自幼便擅长伪装，表面上对原主恭敬有加，背地里却没少使绊子。原主那桩屈辱婚约，便是他在老太爷面前吹了枕边风，才促成的。今日这场退婚闹剧能传得满城风雨，想来也少不了他在背后推波助澜。真正的被人退亲了呀！还是二小姐心肠软，这种丢人的关头依然出面护着自家姐姐。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人家沈大小姐好歹是天之骄女退婚，却被你搞变，可是丢大发了。炼气7层，他怎么突破了？你怎么敢？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造谣我被退婚？本姑娘还没跨进云岚城的大门呢，陈家就倒霉遇上了强盗，早就被满门抄斩，鸡犬不留了。陈家被灭门了，那可是云岚城数1数2的豪商啊！大小姐说是强盗干的，可这世界也太巧了吧！嘘，你不要命了？这话也敢乱说？我分明是克死了未婚夫的未亡人，懂不懂啊？你这个没脑子的蠢货！沈昭宁，你居然敢对我动手！你这个没人要的，我非要跟你拼命不可！这一巴掌必须还回！太慢了！你们二小姐走路不稳，摔了一跤，还不赶紧死过来搭把手？我的小祖宗，赶紧把手擦一擦。刚才只打一边，看着实在别扭，如今两边对称，可就舒服多了。谢礼就不必了。大小姐真的回来了，不止回来了，还突破到了炼气7层。二小姐被打成那样，老太爷那边怕是很快就会不想活了。这种热闹也是你能议论的？听说了吗？大小姐根本没有被退婚，何止没被退婚，陈家都被灭门了。二小姐刚才在大门口被大小姐2巴掌打晕，现在脸肿的都认不出来了。大小姐还突破到了炼气7层中期，这下沈家怕是要变天了。沈家大小姐沈昭宁不仅没有被退婚，反而是陈家遭遇灭门之灾，而我本人更是在短短数日内突破到了炼气7层。回府第一件事便是当众掌把二房嫡女沈玉荣。禀大小姐，大少爷请您立刻前往竹深斋一叙。沈家大房这一脉向来子嗣辉薄，如今除了我之外，只剩下这位大少爷哥哥沈长渊。若是寻常兄妹，倒也无法，偏偏我这位哥哥实打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。昭宁，不必怕，真正想看你笑话的人，从来不配让你掉眼泪。原主记忆中关于沈长渊的信息少得可怜，只知道他天生经脉闭塞，是个无法修炼的废体，自幼便被幽禁在竹深斋，几乎与世隔绝。沈家上下都当他是透明人，便连亲生父亲沈家家主也从不在人前提起这个儿子。可原主却对这位兄长抱有一种顺父都信难神，最难过的时候，准确说出一些令他宽慰的话。这位兄长虽然不能修炼，却有一双能看透人心的眼睛。而如今，这位从不过问府中事务的兄长，居然在我刚刚回府的第一时间派人来请。他想做什么？小姐，那位大少爷的性子一向古怪，您若是不想去，老奴去替您回绝便是。不必，既然这位兄长有请，哪有不去的道理？小姐，竹深斋偏僻，又素来少有人去，老奴担心他害我。本姑娘倒要看看这位传闻中的废物少爷究竟有何能耐，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召见我。竹深斋坐落在沈家府邸最西北角，是一处被层层垂如环绕的幽静院落。小姐，此处灵气太薄，像是整座沈府风水最差的一块死地。一个天生经脉闭塞的废人被安置在这种地方，倒也合情合理。可大少爷在此处住了这么多年，未必真如外人所说那般简单。嬷嬷也觉得他不简单。老奴只是觉得能在沈家这样的地方被人忘了10几年还活得安安稳稳，本身就不简单。那就更该见见了。小姐，小心些。妹妹来了，门没锁，进来吧。
这便是原主记忆中那个从未在人前露面的废物兄长沈长渊。一别数日，妹妹的修为倒是精进不少，炼气7层中期，在同龄人中余属翘楚。兄长消息倒是灵通，我才刚进府，你便知道了。困在这方寸之地10余年，总要找些打发时间的乐子。府中的风吹草动，多少还是能听到一些的。原主记忆中，沈长渊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每次见面他都是安静坐在轮椅上，从不主动开口说话。可如今这番对话下来，我却隐隐感觉到，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兄长远比表面复杂的多。兄长找我来，总不会只是为了叙旧吧？妹妹果然爽快，先喝杯茶润润嗓子。兄长似乎早就知道我会来。妹妹在大门口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不来才奇怪。当众长野二房嫡女，还宣称陈家是被强盗灭门的。妹妹这番作为，倒是让我这个废物兄长都感到几分意外。兄长似乎对陈家的事很感兴趣。陈家是死是活，与我无关。我感兴趣的是妹妹你。数日之前的沈昭宁，虽然天赋出众，却性子软弱，凡事逆来顺受，被人骑到脖子上也不敢吭声。可如今坐在我面前的这个沈昭宁，杀伐果断，心狠手辣，与从前判若两人。妹妹，你能告诉我，这几日究竟发生了什么吗？兄长这话可有意思了。我还是原来的我，只不过是想通了一些事情罢了。想通了什么？这个世道，弱者是没有资格讲道理的。与其等着别人来欺负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兄长觉得我说的可对？说得好。其实我找你来，是想提醒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今晚的家宴，你恐怕会遇到一些麻烦。家宴？每月15沈家都会举办一次家宴，各房各脉的主事人齐聚一堂，商议家族事务。今日刚好是15，而你回府的消息，想必已经传遍了整个沈家。难怪沈玉人会出现在府门口，原来今天是家宴的日子。他特意跑去大门口给我一个下马威，想必是提前得到了消息，打算在我最狼狈的时候落井下石。只可惜他算漏了一点，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软弱可欺的沈昭宁了。二房那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多谢兄长提醒。二房那群蠢货既然敢来找麻烦，那我便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自取其辱。妹妹，兄长还有事？我还有一句话想对你说。在沈家，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是明面上的对手，而是那些躲在暗处笑里藏刀的人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这个看似无害的兄长，恐怕比沈家任何人都要可怕。我记住了。听说大小姐回府第一件事就是把二小姐打晕了，二房家主今晚肯定不会忍。我倒要看看大小姐敢不敢当着家主的面继续嚣张。大小姐到！她竟然还敢来，打了二房嫡女，还敢做家宴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她这身气度，倒不像是被退婚回来的人。小声点，她现在可是炼气7宗。大侄女好大的威风啊！回府第一件事就是当众殴打我的女儿，莫非是觉得我们二房好欺负？二叔这话说的有意思，是玉荣妹妹不长眼，跑到府门口造谣我被人退婚，我不过是教训了她几句，怎么到了二叔嘴里就成了我殴打她了？当众长旗，这叫教训几句？大侄女未免太会颠倒黑白了吧？二叔若是心疼女儿，就该好好管教她那张嘴，整日里搬弄是非，造谣生事。今日挨了我2巴掌，算是轻的。沈昭宁，你！再说了，我今日回府可是喜事临门，那个废物陈子墨和他的陈家
已经被一伙强盗灭门了。我这个未婚夫都没了，哪来的退婚一说？陈家真的灭门了，竟然当众说出来。陈家好歹也算云岚城豪商，他怎么半点悲伤都没有？悲伤？你没听见吗？他说这是喜事临门。陈家灭门多半与他脱不了干系，可那几个活口一口咬定是强盗所为，陈家府邸又被烧成废墟，死无对证。大侄女，陈家好歹是与咱们沈家有旧的故将，如今他们惨遭灭门，你非但不感到悲伤，反而幸灾乐祸，未免太过薄情寡义了吧？更何况陈家灭门的时机实在太过蹊跷，恰好就在大侄女登门的那一日。我虽不敢妄加揣测，但这其中是否有什么隐情，恐怕还需要查个清楚才是。二叔的意思是，怀疑陈家是我灭的？我可没这么说，只是就事论事罢了。那我倒要请教二叔一个问题。陈家虽然不入流，好歹也有一位炼气9层的氪金坐镇，我一个小小的炼气6层，用什么手段灭得了他们满门？还是说二叔觉得我们大房私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高手，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屠灭一个世家？是啊，沈昭明真有筑基期高手护驾，那二房今日不是踢到铁板了？他说的没错，若是承认他有能力灭陈家，就等于承认大房暗藏高手。若大房真有筑基期护驾，我今日公然发难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够了，陈家之事自有官府去查，轮不到我们沈家操心。今日家宴是为了商议家族事务，不是让你们在这里吵架的。昭宁，回府的事日后再说。伯后，管好你的女儿，别让她整天在外面惹是生非。是，家主。这一局我赢了。今晚二房家主算是丢脸丢大了。大小姐现在不一样了，谁再拿退婚说事，怕是都讨不到好。小姐害实了，手脚都清些。小姐今日累了一天，别扰了她休息。今日发生的事情太多，我需要好好理一理。沈长渊那个兄长，绝非表面上那么简单。在沈家，最危险的敌人往往不是明面上的对手，而是那些躲在暗处笑里藏刀的。他的试探，他的提醒，他话里话外的暗示，都说明此人深不可测。二房的沈伯轰更是个心狠手辣的老狐狸，今日在家宴上吃了亏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周嬷嬷毫无察觉，看来是被某种特殊手段屏蔽了感知。阁下深夜造访，不知有何贵干？真龙出世，难道说在我灭掉陈子墨这个气运之子之后，又有新的主角崛起了？不管来者是谁，既然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头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云岚城外300里有真龙出世，这句话在我脑海里反复回荡，越想越觉得蹊跷。以我穿越者的视角来看，所谓真龙，十有八九指的是某个拥有逆天气运的主角人物。陈子墨被我斩杀之后，这个世界的气运必然会寻找新的宿主，而送信之人显然知晓内情，却偏偏选择在这个时机透露给我，这究竟是善意的提醒，还是别有用心的陷阱？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提升自身实力。小姐，我要闭关。小姐打算闭关多久？少则3日，多则7日。这段时间，任何人来访一律挡驾，不得打扰。老奴明白。另外，派人盯着二房那边的动静。沈伯涵那老狐狸吃了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小姐尽管安心闭关，外面的事情交给老奴便是。这间密室是原主专门用来修炼的场所，四壁镶嵌着聚灵阵法，能够将周围天地灵气汇聚于此，极大提升修炼效率。炼气7层中期的修为虽然不弱，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修仙世界里，还远远算不上强大。别的不说，光是周嬷嬷那筑基期的修为，就能轻而易举将我碾压成渣。而沈家作为玄州首屈一指的修仙世家，暗中藏着的高手更是不计其数。
我若想在这潭深水中站稳脚跟，就必须以最快速度突破到炼气期巅峰，甚至是筑基期。第一日，体内灵力运转愈发纯熟，每一条经脉都被灵气冲刷得越发坚韧，丹田中的灵力池正在缓缓扩张，如同干涸湖泊迎来了久违甘霖。炼气7层后期的门槛近在咫尺。炼气7层后期成了，还不够。这是从陈家宝库中搜刮来的下品灵石，品质一般，却也蕴含着不菲灵气。第3日，10余枚灵化化为齑粉，我的修为也顺利突破到了炼气7层巅峰，距离炼气8层只差临门一脚。然而这一脚却仿佛隔着一道天堑。炼气7层与8层之间的壁障，比我想象的坚固得多。欲速则不达，修炼一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，一次、2次、3次，每一次冲击都带来剧烈痛感。屏障开始裂了。小姐，大事不好，二房的人闹上门来了！这群不长眼的东西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添乱，怎么回事？二房家主沈伯庸亲自带人过来，说是要为沈玉幽讨回宫，他们现在就堵在院门口，扬言若您不出去给个说法，就要硬闯进来。沈伯庸这老狐狸果然没有死心，他定是打听到我在闭关，故意挑这个时候来发难，想趁我无暇分身之际，给我一个下马威。我沈昭宁从来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让他们等着，我马上出去。沈昭宁，今日我一定要你跪下来给我道歉。二房家主，小姐正在闭关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闭关？他倒是会躲。打了我们二小姐，还想闭门不见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大小姐是大房嫡女，岂容你们在此放肆？今日他若不给我二房一个交代，我便亲自进去请他出来。二叔好大的阵仗，这是要抄家还是要逼宫啊？哼，大侄女好大的官威，我沈伯恒在这沈家经营数10年，还是头一回被一个小辈骑到脖子上。沈伯恒，你当众殴打我女儿，让她颜面尽失，至今卧床不起。今日我来，便是要讨一个说法。沈昭宁，你个毒妇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我要你给我跪下道歉，否则今日绝不罢休。不错，大小姐再尊贵，也不能随意欺辱二房嫡女。今日若不给个交代，二房颜面何存？道歉？二叔带了这么多人来，恐怕不只是要我道歉这么简单吧？大侄女果然聪明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不藏着掖着。你在陈家究竟做了什么，我们心知肚明。陈家的灭门或许没有证据，但你当众殴打二房嫡女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。今日你有2个选择，要么当众向玉容道歉，并自废修为以儆效尤。对，我要你以后也常常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。我便上报家主，请求将你逐出沈家宗族。逐出宗族，这可是要断了他的根呐！二爷这是要把大小姐彻底踩死。沈伯庸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如此威胁大小姐！周嬷嬷，我当然知道您是筑基期高手，但您别忘了，这里是沈家，不是您撒野的地方。我二房经营多年，难道就没有几个压箱底的手段吗？沈昭宁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今日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！2位筑基期对1位筑基期，即便老奴拼命，也未必能护小姐周全。二叔果然好算计，只可惜你算漏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确定父亲大人会站在你那边吗？沈天祥怎么会来？沈长渊又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大哥，您怎么来了？闭关3日，修为便突破到了炼气7层巅峰，果然是我沈家的麒麟啊！炼气7层巅峰，前几日才刚到，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又
突破了，让父亲费心了。伯侯，你带着人来大房闹事，是想做什么？我只是……伯父，是沈昭宁先动手打我的，我们是来讨公道的。讨公道？那我倒要问问你们二房，前日在府门口造谣我沈家嫡女被人退婚，这又该如何算？我只是听旁人说，陈家灭门，婚约自然作废。你们却在满城散布谣言，让我沈家颜面尽失，这笔账又该怎么算？传我命令，即日起，沈玉荣禁足半年，不得踏出二房半步。伯父。沈伯憨管教不严，罚俸3年，以儆效尤。是，家主。至于你们二人私自动用筑基期修士在府中闹事，形同谋逆。家主饶命，我等只是奉命行事。念在初犯，各自领50大板，逐出沈家。谢家主开恩。这场戏倒比我想的还精彩。父亲今日出手，虽然暂时压下了二房的气焰，却也让我清楚意识到一件事：在沈家，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沈天啸之所以出面，并非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沈家的颜面。若有一日我不再对沈家有用，他同样会毫不犹豫地将我抛弃。这便是修仙世家的残酷法则。炼气8层，从炼气6层到炼气8层，我只用了短短5天。这种进程速度，放眼整个玄州都堪称妖孽。但这还不是终点。当我踏入筑基期的那一刻，便是真正翻云覆雨的开始。听说了吗？沈家嫡女突破了，突破到炼气8层？不是炼气9层大圆满。云岚城外300里有真龙出世，那又如何？沈长渊此人绝不简单。沈长渊身上的秘密比我想象中还要深，一个被困在竹深斋19年的废人，凭什么对沈家局势了如指掌？今晚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藏了什么。不对，不是稀薄，是被什么东西抽走了。原来如此，这座竹深妖本身恐怕就是一座困阵。我原本只是想探他的底，却没想到会撞见这样的画面。废物兄长，好大的脾气！深夜闯浴池，倒打一耙的本事倒是越发厉害了。兄长若真是废人，刚才那片竹叶又是怎么回事？风吹的。那这风还挺懂护主。若是喜欢，改日我让他也护护你。这是什么？救急。救急会长成锁链的样子。看得太清楚，不是什么好事。别碰！怕我发现你的秘密。他分明痛得厉害，却还有心思骗我。沈长渊，你很会装。妹妹谬赞。别拿这种眼神看我。
什么眼神？像在看一件有趣的东西。一开始，确实是。你倒是坦白。好奇你为什么突然变了，好奇你为什么敢杀陈子墨，也好奇你为什么能在沈家这盘死局里横冲直撞，却偏偏每一步都踩在最要命的位置。我困在竹深斋19年，见过太多人，他们敬我、怜我、厌我、怕我，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。像我这样怎样？像一把不肯入鞘的刀。后来，我又开始好奇另一件事。什么？这样一把刀，若有一天愿意停一唇，会是什么模样？兄长病得不轻，药浴还是多泡些时候吧。哼，妹妹这是慌了。我是怕你冷死。昭宁，妹，下次来走正门，我等你。这个看似病弱的男人，比沈家所有人都难缠。他不是猎物，也不是困兽，他是蛰伏在深渊里的危险存在。而更麻烦的是，他似乎已经开始对我生出了不该有的兴趣。不，或许不只是兴趣。管得到宽。他分明疼得骨纹都快爬上脖子，却还记得替我挡反噬，真麻烦，麻烦到让人想拆穿他，又暂时舍不得他死得太快。疼成这样还装睡？你来了，又要笑我没用。你死之前欠你的得还完。原来妹妹不是来探病，是来还债。知道就好。雨大，别着凉。体内灵力已经充沛到极致，炼气9层大圆满，筑基期近在咫尺。可我没有踏过去，因为就在方才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无名落云横，上一任天道守护者，亦是沈长渊之母。眼前的不是女人，是一道残垣的旧天道神识。此界天命已被篡改，天命榜不再慎应众生命数，而是在书写众生命数。陈子墨只是废弃，真龙出世才是新局。真龙，萧玄是真龙明旗，沈长渊是暗旗。沈长渊，陈子墨死后，天命会重则气运。若沈长渊身上的气运成型，他便不是他，会比萧玄更难对付。必要时可废。他是你儿子，我是残尸救不了他。世界不能失控，不能为一人的私欲牺牲所有人。沈昭宁，你是命外之魂，不在命簿之中。吾选你，不是赐你修为，而是一借你一双眼。桃花为何不落？溪水为何倒流？虚空为何失重？一切皆有轨迹，一切皆有缝隙，此为破归之眼，可见灵气节点，可见命线归处，可见血迹源头，但可见不等于可斩。强拆高阶规则，反噬仙魂神魂，则失明，重则魂裂。破归之眼只能看。沈长渊自秘境而出，携旧意，附逆命骨。他不是沈家血脉，也不是天生废体，他是被封在沈家的旧天道遗骨。所以竹山哀不是养病的地方，是囚笼。你能看见命，他能逆转命。你们同心，方可破局。
云岚城外300里，真龙飞龙，血线未必在施阵者手中。沈昭宁，莫信可怜相，莫做局中计。我做了整整1夜，直到此刻，灵力停在炼气9层大圆满，我才明白，骆云衡给我的不是通天捷径，而是一把能看见规则裂缝的刀。别人往上修境界，我却要先看清这境界是谁画的。云岚城外300里有真龙出世，陈子墨死了，天命不会让主角位空着。原来那夜送信的人是沈长渊的人，这个废物兄长果然比所有人想的都深。备车。沈长渊送来的东西向来不多不少，一句提醒，一半真相，剩下一半要我自己猜。这种人若是敌人，实在麻烦。若是盟友，也不省心。小姐，坠龙谷到了。真龙机缘，得真龙一鳞，筑基无忧。若能得真龙血脉，金丹大道也有希望。谁抢到就是谁的。真龙，只怕龙没见着，先被蛇咬一口。血氏饶命啊！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求求你们放过孩子吧！小子，交出龙骨，老夫可饶这些凡人不死。你们这些畜生，萧玄若今日不死，来日必你们满门！好一身好骨，绝境不折，果然是真龙命格。这少年若活下来，日后必……这台词熟得像刚陈子梦坟头扒下来。果然，沈大小姐也想抢龙骨？别演了，这位小姐，我不知你在说什么。你若肯救村民，萧红来世做牛做马，也报答大恩。沈昭宁，你若想抢龙骨，直说便是。你也挺吵的。区炼气，也敢破龟之眼看见的不是弱点，是术法运行的规矩。用了什么妖符？规矩有缝，再厚的壳也能切开。基础刀法。胡说！那就是高级基础刀法。找死！拦住他！长老，我下不来了。谁给你的消息？自然是天机楼推演所得。不是天机楼，是他。3日前有人送信给我，说逼他入绝境便能夺龙骨。他的伤在愈合，刚才一直在演。沈昭宁，你坏了我的戏。你戏得太烂，我忍不住改改。你以为看穿这一点便能赢我？这不是普通真龙气运，这是天命龙脉。炼气9层，筑基初期，筑基巅峰。小姐，沈昭宁，你的护道人动不了了。看见了。你不怕？你话这么多，我还以为你在拖时间等你爹来救你。死到临头还敢放肆！我看你能躲多久！主线藏在血阵中心，必须进去。既然他想逼我进血阵，小姐，沈家大小姐也不过如此。他进血阵了！完了，那可是血祭阵中心。你看穿我的局又如何？绝对天命面前，聪明没有用。谁告诉你我是被你逼进来的？那是天道留给他儿子的护命线。原来如此，这条小蛇是天道之子。沈昭宁，你看见了又如何？现在杀萧玄，天谴会立刻降临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
身上的血纹断了。我们活下来了。破龟之眼反噬了。原来你也有代价！小姐，一只眼也够杀你了。他把真龙逆鳞挖出来了，那可是天命龙鳞。真龙没长成之前，也不过是一条会装可怜的小蛇。现在不能杀他，但废了他的丹田，也够他疼一阵。沈昭宁，我父亲不会放过你。那你让他排队。沈大小姐饶命！我也是被萧玄利用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血线源头在他身上。沈大小姐，我愿意赔罪，只要您饶。沈家嫡女一刀斩断血迹线，救下300凡人。我不管你们争机缘夺灵宝，但谁再拿凡人当祭本，我见一个。可您这右眼，可他也毁了真龙机缘。什么真龙？那萧玄分明是在拿凡人做祭，就疯了，连天命之子都敢废。有人说我毁真龙机缘，有人说我救下300凡人，也有人说我疯了。我并不在意，疯子比死人好听多了。他知道，小姐，沈长宁知道到斩断血迹线会反噬破龟之眼，这一局他不是单纯提醒我去救人，他是在试我的刀。大少爷出事了！你又算到了什么？先恭喜你，废了天道之子的开局。别转移话题。坠龙谷的反噬，你早知道。当然知道。所以你不是提醒我，是拿我试刀。是。沈长渊，你很会算。你若斩不断，我不会再让你往前。可你斩断了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好。敷衍的。现在赔罪，晚了。不是赔罪，是欠账。一瓶药就想抵一只眼，抵不了，所以先欠着，以后你想怎么讨，都可以。沈长渊，别总把命说得这么轻。那你替我记重一点，如果愿意把自己赔给你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弃。药。这屋里的烛香太重，重得让人分不清是药苦还是心乱。疼吗？比不上被人算计疼。那我慢慢赔。这不是好事。对我而言是，对沈家而言不是。沈长渊不是天生废物，他是被沈家封在这里，用逆命蛊替沈家镇压灵脉，封印越松，他越自由，沈家灵脉反噬便越强。原来他不是坐在轮椅上过了19年，你早知道自己不是沈家人，是被沈家钉在这里过了19年。知道。也知道沈家把你当阵眼。知道。那你还在这里坐了19年。那时我走不了。一个带着记忆的孩子被从秘境带回，被封在竹深斋，被迫用自己的骨头养一个不属于他的家族，整整19年。他没有疯，已经算脾气好了。赵宁，你去哪儿？拆封印。封印一破，沈家灵脉会反噬，他们会恨你。赵宁，你这样很容易让我误会。误会什么？原本就认命了的。好一个沈家，冠冕堂皇的世家规矩，到头来竟靠求着一个孩子续命。赵宁，你在做什么？拆一件脏东西。住手！封印一破，沈家灵脉会受损。二叔知道的这么清楚，看来当年没少出力。长渊体质特殊，镇压灵脉是他命中注定。命中注定，所谓命中注定，不过是他们顺着天命榜给的好处，把别人推上祭坛。今日我就让你们看看，
什么叫命中不注定？拦住他！想碰我家小姐，先问问老身。找你！求胜吗？父亲！父亲，这是天命圣女印，我被天命选中了。蓉儿，杀了沈昭宁，只要杀了他，你便是天命圣女，二房就能取代大房。沈昭宁，你终于也有今日！小姐，小心！沈昭宁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躲！修为长了，脸皮倒没长多少。你又打我！你自己把脸送上来，我不打，显得我不懂礼貌。那不是机缘，是催命符。不要！父亲，这不是圣女印，这是献祭印。蓉儿，只要杀了他，天命自然会补偿你。为了二房，这是你该做的。原来我也只是棋子。我的妹妹，我可以打。你这种拿亲生女儿做祭品的东西，不配碰。这里面是二房私养死士，勾结天机楼的账。父亲，你说我没用，可你也不过是天命榜狡辩一条狗。逆女！二叔，证据都有人替你备好了。沈昭宁，你不得好死！这话陈子墨没机会说，陈山也没机会说。二叔，你倒是比他们幸运。参与献祭沈玉莹，勾结天机楼，封锁竹深斋者，自己站出来也好，我自己看。我没有灭二房满门，但该杀的一个没留。第三刀狠狠下！你竟然真的解开了！多谢，谢就不必了。下次有事早点说，别总摆出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晦气。好。沈家窝藏逆命者，私藏逆命蛊，罪当灭族。交出沈昭宁，交出沈长渊，可留半数血脉。家主，若真是天命榜降罪，沈家恐怕承受不起啊！这个父亲从来不是父亲，只是家主。昭宁、长渊，此事因你们而起，沈家都不能陪你们承受天罚。翻译一下，就是你要把我们交出去。站稳了吗？勉强，总不能让你一个人被交出去。一个命外孤魂，一个救天道弃子，也敢抗命？你们骂人怎么都一个词库？大概天命榜没给他们更新。你还挺幽默，跟你学的。他的力量来自眉心榜纹。你怎么可能看见天命线？你猜？沈昭宁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萧轩少主已由天命榜分身续命，7日之后，他会带玄冥城满城命链来取你的命。多谢提醒，下辈子记得递情报别递到敌人手里。刚会走就成降，你嫌命长？怕欠你的太多，站不稳，不好还。昭宁，若有一日我不像我了，别人那双眼睛。什么意思？若天命真选中我，你要杀的不是我，是他。
若分不开呢，那我就把你从他手里抢回来。我母亲留下的，等事情结束，种在后院。你自己种。若我回不来呢？那我就天天骂你，骂到你回来为止。好。可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，我不只是想拆开他的局，我也想把他从那盘局里带出来。沈长渊，你若真敢死，我不会等你。那你会如何？我会把你从黄泉里拖回来，再亲手揍一顿。等我回来，再讨这一笔账。好，活着回来。这是什么？是真龙法相！天命榜分身替他续了命，他已经半人半豹，所以这次不能让他跑。沈昭宁，出来受死！我的灵力被抽走了。他不是来杀我，他要练整座玄冥城，不会被我毁掉的真龙开局。我压住榜分身，你斩黑痕，撑得住？撑得住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这次是真的。沈昭宁，这一次我看谁还能救你！小玄冥，给我收了！小雪断了，雨线断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！不可能，我是天道之子。那就让你爹自己疼去。沈昭宁，陆云恒说的没错，萧玄是真龙明棋，沈长渊才是暗棋。沈长渊，昭宁，若我失控，就断了这条线。你疯了！若我被天命吞掉，玄州会被重写。昭宁，别让我变成他。那就换个办法。没有更快的办法。能站起来的日子虽然短暂，可我确实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。昭宁，我很幸福，所以我没有遗憾。沈长渊，少说这种晦气话。是沈长渊7日前交给我的那枚桃核，他说那是他母亲留下的，也是骆云红留给他的唯一遗物。那不是幻想，那是骆云红临死前从旧天道中汪下的最后一块净土。桃核中的玄符岛不在玄州命线里，也不受天命榜书写。他没有给儿子留下神兵，也没有给他留下通天修为，他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可以活下去的敌。沈长渊，你母亲比你聪明，他给你留的不是遗物，是退路。你会被一起拖进去。那正好。那里与世隔绝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。谁说我要回来？小姐，昭宁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沈长渊，我说过，要把你从天命手里抢回来。19年囚禁，19年算计，19年被迫做阵眼，做暗棋，
做随时会被天命吞掉的人。原来这世上真的曾有人替他留过一条生路。你母亲留给你的地方，归你。那你呢？我救回来的人，自然要跟我一起活下去。昭宁，你这样很容易让我误会。误会什么？误会你想留下。不是误会，我留下。没了气运之子命格，后悔吗？若那东西还在，我连喜欢你都未必是真的。现在呢？现在是我自己选的。选什么？选活着，也选你。巧了。什么？我也是。沈长渊，你现在很粘人。你不喜欢？没说不喜欢。病好了，胆子也大了。不是病好了，是知道你不会真舍的。你可以再试试。这一笔先还一点。沈长渊，你欠的可不止这点儿。这座岛是骆云衡留给沈长渊的最后遗物，也是我们从命里逃出来后亲手选下的归处。而我与他，也终于不用再做任何人的妻。